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这一集我们继续来聊人工智能的未来2。人工智能进一步的发展，它会遇到怎样的瓶颈和拦路虎呢？以及我们该如何克服这些拦路虎和瓶颈？上一集我们说到，网络越大，性能越好，功能也就越强。但是按照现在的科技发展水平，如果我们继续去堆硬件，扩大网络的规模，10年之内，训练和推理的成本就会超过1万亿美元。这个1万亿美元呢，基本上就会占到全美国 GDP 的3.6%，就会超过全美国全年的军费开支。而且这其中还不算1000亿瓦的耗电，这个1000亿瓦的耗电就相当于全美国的发电能力的20%。这么大的项目投入，得到的回报呢，却是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来说，都是未知的。所以呢，这么大的一个投入的话，估计可能是比较难实现的。所以呢，感觉上帝似乎给人类下了一道诅咒。至少在现阶段，人工智能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基本上呢就和人类的理解和认知极限差不多。也就是说，大幅超越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现在的人类还弄不出来。人类至少在现阶段，或者说可预见的阶段，一直到2027或者2028，对人工智能都还是有控制能力的。但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止步于此呢？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要先看一看人工智能学习模仿的对象——人类了。ChatGPT 4的神经网络参数的数量，之前也说过，根据维基百科给出来的一个传言的说法，大概是 1.76T， 那么也就是1.76万亿个参数。那么人脑是多少呢？根据 Baron Milledge 在自己的部落格2022年8月发布的一篇文章，The Scale of the Brain versus Machine Learning， 没有中文翻译啊，老规矩，我们就暂时把它翻译成大脑尺度与机器学习的对比。那么这篇文章里面说，人类大脑大约有860亿个神经元，但是其中大脑只占160亿个。剩下的400亿个都属于小脑，感觉小脑特别的有用啊，但是这个属于神经网络的神经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就不在这里说了。那么即使是大脑的160亿个，那么像在大脑里面的神经元，它所产生的参数，如果我们把它转化成类似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的参数的话，大概每个人大脑里面的神经元可以产生大概1000个参数。那么我们就用大脑中的神经元个数乘以每一个神经元能够产生的参数，也就是160亿，乘以1000，那么得到人类大脑的参数总量大概是16万亿个，那么也就是 16T。还记得刚才说的 ChatGPT 4的一个参数总量是多少吗？是的，你的记性很好。ChatGPT 4的一个参数总量是1.76万亿。当然这个再强调一下，它是维基百科给出的一个传言数据，并不是 OpenAI 官方的一个数据。那么从维基百科给出来这个1.76万亿这个数据来看， ChatGPT 4的大概的话还差人类大脑一个数量级，也就是1/10。那么我们上期也对人工智能下一步的发展，那么我们称之为 Next AI 做过一个推算。那么我们在做推算的时候，假定了 Next AI 是现在 ChatGPT 算力的100倍。那么 Next AI 的参数数量呢，我们大概推算可以达到1700万亿个。那么这样子的话，下一代的人工智能，就是 Next AI， 它可能达到它的水平大概是人类大脑的10倍。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像人类的大脑的神经元的数量，那么是小鼠的100倍。那么下一代的 Next AI 的神经元数量，就是神经元数量产生的参数，那么大概就是人类的10倍。那么可以看到，从神经网络的规模来看，未来人工智能能够达到的极限水平，那么大概也就是比人类再聪明那么一点点，和我们之前用 ChatGPT 发展历史推导出来结果呢，基本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再回到之前的表格哈，然后我们专门来看看能耗。我们可以看到 ChatGPT 4的功率大概是1000万瓦特，100倍算力于 ChatGPT 4的 Next AI，
能耗大概是10亿瓦特。那我们做个简单的一个差值，那么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规模是 ChatGPT 的10倍，是 NextAI 的1/10，那么很快就可以算出，现在如果人类造一个和人类大脑参数同等的这么一个人工智能神经网络，能耗大概在1亿瓦特。但是现实中人类的大脑的功率是多少呢？那么这个大家都可以去查资料，通常给出的答案就是20瓦特，大概相当于一个小一点的电灯泡的一个功率。那么一边是人工智能的1亿瓦特，那么一边是人类的20瓦特，两者相较简直不可思议啊，相差500万倍。500万倍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人的一步和从纽约到洛杉矶距离之间的一个差距。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能耗显然是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的一个瓶颈和关键所在。当然了，成本也是。那么回到之前的表格，我们再看一下，要做一个人类大脑规模一样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那么整个费用大概是1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几架波音777的价格。而培养一个专业人才或者说专业人才的博士需要多少钱？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是怎么着也不会超过几百万美元吧？因为如果超过这个数据的话，如果超过几百万美元的话，基本上这个人一辈子也赚不回来，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也就在小几百万美元这个数量级上。那么我们知道能耗和成本现在都是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瓶颈，那我们该如何突破呢？那么通常意义上来讲的话，那么就需要 GPU 的厂商，也就是显卡厂商，或者 TPU 的厂商，那么也就是神经网络专用芯片的厂商，那么在能耗方面或者说成本方面有所突破。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芯片制造里面，制程技术越小，那么这一个芯片上它能集成的晶体管的数量就越多，那么算力就越强，单位算力的能耗就越低。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更小的芯片制程技术来帮我们降低能耗，并且降低成本呢？那肯定是的，但是呢，好像又不太够。那么比如说，我们大概按照现在的一个技术进步，大概在2027年、2028年，大概能实现1纳米左右的一个制程技术。那么在未来几年，可能能达到0.5纳米的一个制程技术。但是呢，就是人工智能和人脑的这个能耗相差几百万倍啊！如果只是这个简单的从2纳米的制程技术变成1纳米的制程技术，变成0.5纳米的制程技术，这一下子可能10年就过去了。但是这个进步好像还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快，对不对？所以似乎感觉原本半导体行业以发展快速而著称的摩尔定律，在人工智能发展的面前变成发展瓶颈了。这这感觉是不是有点奇怪啊？除了能耗和成本，人工智能发展还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大山呢？有，当然有，而且还是2个未知领域。那么第一点就是人类大脑里逻辑推理能力和语言能力它是分开的。什么意思？等会我们详细说。第二点，人类意识的源头似乎和人类大脑里的量子效应是相关的。我们先来说第一点，人类大脑逻辑推理能力和语言能力它是分开的。2024年6月的时候，麻省理工的几位专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那么这篇论文的名字是 Language is primarily a tool for communication rather than thought。依据本频道的一个传统啊，这个没有官方翻译的情况下，主播就自己给它安一个中文名字。那么我们就叫它语言基本上只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思考的工具。听了这篇论文的一个名字，基本上就了解他的一个观点了。就是说语言是用来交流的，而不是用来思考的。这篇文章里面作者用了很多的病例，基本上把这个观点实锤了。其实也没啥神奇的，是不是这个观点？用非科学的话来说，就是哑巴他不会说话，难道他不会想吗？是不是？是不是突然感觉这一帮子科学家有那么一股子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的傻劲呢？这不是明摆着事情吗？科学家还要翻来覆去的去论证。而且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已经反复争论了几百年了。这里我们就不去接科学家的这些历史上的丑闻了啊。言归正传，这个和我们直觉非常一致的这个科学结论，就是对人工智能它有什么影响呢？
你仔细想一下，无论 OpenAI 的 ChatGPT，Meta 也就是 Facebook 的母公司的 Llama，还是谷歌的 Gemini， 百度的文言一心，或者 Anthropic， 它是一家创业公司的Cloud， 都是大语言模型。喂给他们的数据，本质上说都是语言文字，他们形式上会说话，表面上似乎也会解决一些逻辑和数学问题，但是他们真的会吗？网上有很多的应用数学题以及逻辑推理题，用来专门去调戏这些大语言模型。我们在这里就说一个，就比如说，假如你给女朋友发红包，第一次发了1毛钱，那么女朋友回了你2毛钱。那么第二次呢，你给女朋友就花3毛钱，然后女朋友回了你4毛钱，然后你们俩之间就一发一回，一发一回，一直到你发了99块9毛钱给你女朋友，这时候她不回了，然后问你亏了多少钱。之类的问题有很多啊。有时候呢 ChatGPT 它能做对，那么有时候呢它也做不对。上一集也说过 ChatGPT 其实上也就是一个高中水平啊，所以它做不对也是正常的，对不对？那么之类呢有很多这种之类的一些视频，那么主播就在我们下面的视频下方就放2个链接，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就说一下结论就是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数学和逻辑推导能力，但是还是经常会出错。那么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人类推理以及逻辑思维能力的来源并非是语言，而是在大脑的其他部分产生的，那么我们现在仅仅用大数据的来训练的语言模型，即使我们不计成本的去扩大这个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的规模，去用语言模型去训练它，我们最终能否获得令人满意的逻辑和思维能力呢？这里是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然后我们再来说另一个人工智能发展的瓶颈或者说拦路虎，人类意识的源头似乎源自于人类大脑里的量子效应。说到意识啊，那么英语就是 consciousness， 这一下我们就进入了哲学领域的一个层面，整个大家争论就永无休止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讨论什么是意识，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用文字来讨论。那么人类意识源于大脑中的量子效应，这个观点呢，提出者和推动者是英国剑桥大学的 Sir Roger Penrose。这位朋友是有正式的中文译名啊，叫做罗杰·彭罗斯，他是数学物理学家，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获得过202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我们说到广义相对论的贡献，大概大家也能猜到他的岁数了吧？对，这位兄弟是1931年出生的，那个时候2战都还没爆发呢。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都快90岁了，而且至少到现在，就是做这个视频的时候，这个老爷子还活着。1989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皇帝的新脑》，不叫《皇帝的新衣》啊，完全是两本书，也是2个作者。在这本书里面，他认为，已知的物理定律是不足以解释意识现象的，人类的意识和推理过程是由量子叠加态产生的。越来说越复杂了，现在都已经讲到量子物理里面去了。我们在这里就来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是量子叠加态。那么量子叠加态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既是又是还是。就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东西，它既是甲又是乙还是丙还是丁，而且它同时还弥漫在整个时空之中，无处不在。怎么越听越像上帝了？反正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这个就叫做量子叠加态，就是它同时又是还是，而且弥漫在时空之中。那么，罗杰·彭罗斯他认为，任何基于逻辑的推导系统都不足以产生意识和思维。那么，如果从他的理论来出发的话，现在的人工智能，无论是逻辑符号派还是神经网络派，那么可能最终都无法产生类似人类意识的人工智能。还记得这2大派别呢？让我们一起再看一下动画，重温一下。那么逻辑符号派的鼻祖是图灵，神经网络派的鼻祖是皮兹。
我们回到罗杰·彭罗斯，罗杰·彭罗斯他进一步的说，能够产生思维的自主意识的必然，它不可能是计算或者逻辑推导的过程，而人类物理学中唯一存在的不可计算过程就是量子叠加态的坍缩，也就是量子有叠加态经过观察以后变成了一个确定的状态。越说越复杂，我们就用刚才的那个比喻，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它同时是甲又是乙还是丙还是丁，而且同时还在整个时空中蔓延过去，然后这个时候你瞟了一眼，它砰一下就变成乙了，然后而且再也变不回去了。那么这个呢，就是量子叠加态的坍缩。那么罗杰·彭罗斯就认为这是人类意识之源。当然虽然老爷子拿过诺贝尔奖，那么终究他也是人，对不对？是人他就会犯错。那么这个东西的话，也只是他的观点，并没有被证明。而且自从他的《皇帝的新脑》这本书发表以来，争论就从来没有休止过。不过话重新又说回来，就算人类的意识是源于人脑中的量子叠加态的坍缩，那么我们现在不也是正在研发很多量子计算机吗？对不对？那么其中量子计算机里面一个关键的技术突破，就是要把量子叠加态的时间尽量拉长到可以使用的程度。讨论了人工智能面对的这两座大山，一个是语言和逻辑是分开的，一个是人脑中的意识源自于量子效应。那么这两座大山之后，是不是突然觉得人工智能发展几乎没有希望了？这两座大山是高耸入云啊，感觉翻越它们就如同登天啊。而且一直到今天，这两个问题都还是未解之谜，人类到现在只能算是初窥其貌而已，更不要说解决这些问题了，是不是？不过且慢，其实困难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我们有一个助手，谁呢？他就是人工智能他自己。那还记得我们前面讨论的 Next AI 吗？一个需要花费几百亿美元，但是能达到博士或者行业专家水平的这么一个人工智能。那么这也是现阶段人类能够造出来的最顶级的人工智能。这个就好像我们刚才前面说过，是上帝给人类下的一个诅咒，建立一道无形的墙，把人类能够建造的最顶级的人工智能的能力，恰恰的限制在了人类智能能理解的极限水平。但是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就会给你再开一扇窗。这个能达到人类博士或者顶尖行业专家水平的人工智能，它又是那么的恰好，可以和它水平差不多的人类共同一起来研发新的更聪明的人工智能。恰恰从这个时候开始，人工智能可以介入人工智能本身的研发之中了，是不是很神奇？蛇咬住了它自己的尾巴，变成了衔尾蛇。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符号？一个很古老的符号，在炼金术里面有它自己的特殊意义。它既是万物之始，也是万物的终结。它无穷无尽，无限循环，又不生不灭，无限之大。怎么又说到炼金术上去了，对不对？在此声明一下，主播完全不知道，也从来没有研究过炼金术和人工智能是什么关系，恰恰正好提到这个符号而已。那么对炼金术和人工智能之间关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哈。说回人工智能，那么 Next AI 水平的人工智能，几乎可以实时的去阅读人类撰写的所有的最新的科技论文。而人类科学家本身他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人类科学家的精力，就人也不是人类科学家，任何一个人他的精力都是有限的，那么阅读效率相对也是比较低的。现在大家知道出版物几乎是海量，没有人能够一个人把所有的出版物全部阅读掉，那么这个就是 Next AI 的一个优势。那么另一方面 ，Next AI 水平的人工智能在仿真、编写代码、撰写论文、知识广度和精度上，它都会大幅超越的它现在的人类专家。所以我们相信有了 Next AI 水平的人工智能的加持，在脑科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分子生物学的发展速度，它会达到前所未有的一个速度。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在谷歌在2018年，它发布了 AlphaFold，
但是在此之前的50年里面，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共同的努力下，测定的蛋白质结构总共是14万个。而从2018年到2022年7月，短短的4年的时间里面 ，AlphaFold 就测定了2.18亿个蛋白质的结构。而到了现在的2024年，测定蛋白质结构已经是只要简单的点2下鼠标就可以完成的事情，效率整整提高了几百万倍。随着我们相信在2027年或者2028年前后，类似 NextAI 水平的人工智能它就会诞生下来，届时它可以长期的去参与到大部分的生物医学和人工智能研发的项目中去。那么我们前面提到的这4点的瓶颈，我们相信很快就会被攻克，而且解决到。以上就是人工智能所遇到的问题或者说是瓶颈，以及他们解决方法。那么我们知道了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瓶颈，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如何做哪些事情去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当然，这一集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想知道答案的话，我们就听下一集分解。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